来，喝点水。我不想喝。怎么又不开心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在看大家的评论。哎呀，随便人的评论了，也不太在意了。就是他们说的话太难听了，真的。你说是什么呢？他们就说那个我们的小孩姓氏那个嘛，又说你来家里面上门呀，说我强势啊，说我看不起你啊，然后把我祖宗18代的诅咒了个遍。这个东西哎呀，无所谓，随便他们怎么说去嘛，不要太在意这个东西。每个地方的习俗都不一样。就是我们结婚之前的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但是挺难受的呀。他说我没有关系，就是把我们儿子也诅咒了一下，说什么以后再也生不出儿子啊，怎么样的。其实我没有在意这些，主要是他们说我看不起你啊，然后怎么样的，确实感觉挺委屈的。我们之前的那个结婚之前的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想法，管他们呢。自己不要太神经了。老爸老妈的，我们那些父母都没什么想法。以后像那些什么很不好的评论就尽量不要去看。无论你做什么的都会有评论的。其实我也知道大家是关心我们才这样说的，但是有的朋友说的确实太恶毒了，还是心里面承受不住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去看这些东西，看这些东西都是了。我们两个，关键是我们两个过得开心就可以了。对，怎么说我都可以，但是我就觉得他这样说我们的宝宝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然后又去说你怎么样的，我也接受不了。他们说我强势就强势吧，可能是性格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吧。这些都是我们宝宝姓什么，不是我们都结婚之前都已经商量好了。各位关心我们的朋友们，现在我想让大家解释一下。平时呢，我性格也确实比较内向，话比较少，然后就有点沉默寡言，所以看起来有点像很冷漠的样子，像是很大的委屈一样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平时是跟秋子都过得很好。还有就是最近我们医生嘛，有各种各样的考试，老是要看书，一直在看书，所以在想问题的话，就想看一下像搬一个脸一样。其实真的是我心里也其实很关心秋子的。我今天看到秋子看到那些评论让她很伤心，我也觉得也很不好过，很难过。可能是我平时的表现让大家产生一些误解。现在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那个小孩姓石而不是姓周。在结婚之前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包括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已经商量好了。因为我们这边我这边有3兄弟，但是我老婆这边呢，他们只有2个女儿，姐姐嫁出去了，所以说我们就协商，就是不存在什么是这种什么彩礼问题就我们2个就在一起。第一个小孩呢就先姓石，第2个小孩如果能够生第2个小孩的话就姓周。但是现在看到生第1个小孩就那么痛苦，可能我也不能接让他再生第2个了。生吧。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是愿意再给你生一个小孩。而且你想，无论小孩姓石还是姓周，还不都是自己的小孩一样的，都是自己的小孩，而且无论是小孩姓什么，双方的父母肯定都是要管的。而且可能是每个地方的习俗都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的。有个小孩跟妈妈姓，有个小孩跟爸爸姓，这种情况真的很普遍在我们这里。所以说这个小孩姓石这个问题的，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希望以后真的不要再为这个问题让能够产生什么过于偏激的评论，让这个秋子整个又不伤心了，又伤心了，或者是又什么对他心情不好我不会。对，毕竟
确实的，现在他才刚生的小孩，真的是女人生小孩真的太伟大了，很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，所以我们就应该用的好的，心情好一点，开开心心。好吧，把水喝上啊！有医生都说要多喝水。好。在这里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秋子一路以来的关心与支持。可能大部分都看到了，从最开始做试管婴儿，一直到现在的小孩出生之间，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坎坷，连上医院保胎都保了几次。所以说，现在小孩生下来真的很不容易，而且他生小孩的时候，我就陪伴在他的身边，那种痛苦真的可能我们男人这辈子都体会不到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真的是天下女人，天下母亲，真的很伟大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爸爸也很伟大，真的。非常感谢真的一路以来大家对秋子的那个关心支持。对，周医生平时他是比较沉默寡言的，但是通过这一次生小孩，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对我很强烈的那种爱意。他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我身边，然后等我生完之后，他一直守在产房外面。只要我推开产房的门一出来，我看到周医生守在边上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动。然后包括后面在产床，在那个病房，然后帮我换衣服、换裤子、换产褥垫，然后帮我洗澡、帮我擦身体的时候，我真的能够感受到。这个男人就是我这一辈子跟他在一起，真的是特别值。哪怕我受到再多的误解，受到再多的委屈，生一次小孩算什么？好，你休息一下。我要再去看一下宝宝，我还要把你那个挤的奶送给他来。现在都是提倡母乳喂养。